哟，欢迎来到 Ronnie 的 Go 频道，我是 Ronnie。我手上的是一个12寸的晶圆，那你们知道这个晶圆啊，它是怎么建构而来的吗？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半导体的商业帝国呢？这2年啊，大家只要聊到美股啊，或者是跟半导体有关的股票，大家一定会知道说，哇，最近的半导体的相关概念股啊，真的是狂飙涨啊！10个里面啊，可能有9个都是想到台积电，还有外商的艾斯摩尔 ASML。毕竟啊，几亿美金的一台的 EUV 机台啊，这种曝光机跟一个战斗机一样贵啊。新闻媒体天天报，很怕如果说它在运送途中发生车祸，那一台战斗机可就毁了。这听起来很屌，对不对？那我今天呢，主题要讲的这间公司啊，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呐。如果在无尘室里面没有这间公司，台积电可能连一片晶圆的镀膜、薄膜都镀不上去，连一条微小的电路沟槽啊，可能都蚀刻不出来，更别说什么最新的2奈米、1.5奈米，或者辉达的 CoWoS 封装技术了。而这家公司啊，就是默默的统治了我们的半导体产业的设备龙头的半边江山，市值啊直逼4000亿美金的矽谷的祖师爷啊，阿公啊！应用材料 Applied Materials， 美股代号呢 AMAT， 我相信大家应该不陌生。可能最近呢，台积电又开始扩产，开始变超了，所以我收到非常多观众啊，或者是一些我的股民朋友们呢，来询问我关于这间公司的一些相关状况啦。有那个这间设备龙头的股价飙成这样，未来 AI 是不是要泡沫化了？还可以红多久啊？有那个里面的工程师是不是真的有比台积电还要爽啊？有那个这股票到底还能不能买哦？那我们今天呢这期呢最新的热门科技股公司传奇与薪酬大揭秘的第1集呢，就是来介绍这间公司应用材料。我里面呢不会讲到什么一些股票的分析或者财报的分析，我会使用工程师的角度带你分析这个股票，还有带你分析这些职缺，带你了解啊这个半导体巨头这个龙头的创立的整个故事背景，还有它的职位到底开不开心、舒不舒服，以及它的2奈米还有 AI 的相关订单，到底他们真实的年薪多少啊？还有他们的 RSU 股票是怎么认领呢？还有最后呢，教你看清整个无尘室里面美商的设备工程师，还有台积电或是一些台商的设备工程师，他们到底是怎么交手的，他们的血泪故事呢？好，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希望可以帮我点赞、订阅、喜欢、开启小铃铛。我里面呢会分享非常多的教学影片，还有我的一些心得谈。那当然，我有时候会跟我们的会员朋友们开直播，还有一些线下见面聚会哦。还有最重要的是，你1年1次可以跟我一次线上的模拟面试哦。好，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介绍应材吧。拜！1967年的创立传奇与差点破产的拯救神话。好，那各位兄弟们啊，我们先来聊聊看应材这件故事背景吧。我们必须呢把年份回拉到1967年。那1967年的半导体呢是什么概念呢？当时啊，台积电可是连影子都没有啊。张忠谋博士呢还在德州仪器呢当高层管理人士啊。而当时啊，应材的创办人麦克尼利只带着几千块的美金，就在矽谷 Mountain View 开始创业。最早啊，竟然只是一间默默无闻的帮这些晶圆厂呢提高纯度的化学气体与管道控制的化学材料行。因为当时的时空背景啊，几乎所有的晶圆制造厂都用自己土法炼钢的机台，良率更是低到不行，没有个统一的规范。那应材呢？这间公司很聪明啊，就看到这个痛点，开发出了第一台 CVD 的机台，也就是我们的化学气体沉积设备 CVD。一开发出来啊，瞬间呢就被这些晶圆厂的公司们抢爆，例如快捷半导体，还有英特尔。很快的呢，就在1972年就成功上市啦。但是没有想到啊，好景不长，一上市之后啊，应材呢就像发了疯的乱点它的技能树。他的技能点都被浪费掉了，什么业务啊都想做，所以啊，在1976年呢，反而爆发出了财务危机。才上市4年呢，公司呢整个差点破产。这时候啊，拯救应材的传奇灵魂人物登场了，我们的 CEO James Morgan 开始接管公司，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砍掉所有杂七杂八的业务，全都砍光光，把资源呢全部浓缩集中在半导体设备。并且啊，他做了一个创举，就是在1979年的时候呢，抢先所有其他的美国公司，第一批杀入日本的供应链。在1987年推出了非常震撼全球的机台
一个整合型的机台平台。这台设备啊，还被美国的史密森尼博物馆呢，作为资讯时代的里程碑永久收藏。如果说艾斯摩尔这个耳熟能详的公司呢，他们厉害的呢是在晶圆上面画出他们的电路图，也就是使用他们的曝光技术。那印材呢，他们做事情呢，就是除了曝光以外的所有事物。举例来说，最关键的 CVD、PVD、ALD 这些薄膜沉积，甚至是研磨的 CMP， 还有离子植入 implement， 甚至是蚀刻机台，印材啊几乎是无所不在。甚至啊，你连量测机台都有他们的影子。而蚀刻机台呢 ，H 呢也是唯一啊能够跟龙头的科林蚀刻对打的头号竞争对手。那我们来谈到2奈米 GAA 与 HBM 16层堆层，未来的订单爆点在哪边呢？2奈米的 GAA 啊，这个奈米片啊，我们称之为 Nano Sheet。最近呢，很多观众朋友来私讯我，也希望我在直播的时候好好聊聊这个东西。他们问我说啊，油腻哥，这几年半导体设备涨那么多，印材啊未来的订单到底有没有戏啊？打不打得赢竞争对手啊？我啊可以在这边发誓，也很负责任跟你说，印材在未来几年的订单的能见度啊，甚至比曝光机台啊，他们的能见度还要高，还要爆赢。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来跟你们拆解，有2个大原因。第一个呢，是晶片开始全面进入 GAA 2奈米时代，也就是我们说的全环绕夹击。以前呢，在 FinFET 时代啊，沉积啊还有蚀刻可以相对比较简单一些，但到了2奈米的 GAA 啊，电晶体已经开始转为真正的三维架构，晶圆厂呢必须一层一层的长出细还有细者的超晶格架构，再用呢选择比较高的选择性的蚀刻把里面挖空。光这个听起来很简单的步骤啊，对印材的原子层沉积 ALD 啊，与选择性的累晶基台 Epitaxy 的需求量啊，就直接翻倍破表。第2大卖点啊，是 HBM， 没错 ，HBM 就是那个美光非常火爆的 HBM 高频宽记忆体与 CoWoS 的先进封装技术。现在黄仁勋的 AI 晶片必须贴满非常多的 HBM 啊，你知道吗？生产一颗 HBM 的晶片所需要的晶圆数量是普通 DRAM 的3倍甚至到4倍，而且未来的 HBM4 啊，将一路堆叠到16层甚至是20层，要在微米等级的厚度下面呢，把16层的晶片啊精准的堆叠上去，并进行混合键合，也就是我们说的 Hybrid Bonding， 这完全是材料工程学的极限挑战啦。重点啊，印材啊在先进封装的技术、设备、供应、订单领先啊，都是第1名的大龙头公司啊。所以光是先进封装还有 HBM 的技术啊，这些带来的设备营收年成长率啊就会高达50% 以上啊。这就是为什么最近啊，全球晶圆厂或是越先进的技术，他们支出成本越来越高的原因。印材永远都是吃肉的那一个。股价的9次分拆，还有 ESPP 滚雪球，让我们来薪水拆解吧。讲到股票 ，AMAT 他们的股票在历史上竟然经历过9次的分拆，光是80年代到2002年之间，就发行了7次2:1的 100% 的分拆。如果你在当时80年代买入一张，到现在经过了9次的分拆乘法计算之后啊，配合股息的发放，资本的增加已经是个天文数字啊！这绝对是比当时买入台积电还要赚钱。好了，那我们现在回到我们工程师里面最关心的问题，到底啊加入印材在台湾啊薪资所得还有它的待遇好不好呢？嘿，那如果你是想要来看我们印材里面的员工的身心状况或者经验谈的话，来，你现在往下看下去吧。我来分享一下，就我所知的，当然这可能不一定最新的，或者是我的资料可能会有一些落差，那没关系，你们可以在留言区帮我更新一下最新的状况。那整个 total compensation 也就是我们的总薪酬啊，它有一个公式在的，它是底薪呢乘上14个月，因为呢在印材有保障2个月的年终奖金，再加上季度与年度的绩效奖金分红，还有 ESPP 员工的折价认股哦，还有不一定领得到的 RSU。那我把职务呢大概呢拆解成2大类，我相信这样子会比较简单。第一类呢是人数目前呢是最多的，就是我们的第一线的 CSE Customer Support Engineer， 我们中文呢称之为客户支援，或是直接说成客户的设备工程师，或是称之为台商的狗。
硕士啊，新鲜人刚进去啊，整个 base 呢大概落在7万到8.5万之间。当然了，这个薪资会根据你的学经历会有所调整，但这是我所知道的，啊，麻烦你们可以纠正我。算上保障的14个月，光是底薪啊，就是已经破100万的水准。还有轮班津贴 （shift allowance） 加上加班费，还有绩效奖金，基本上大概是130万到150万左右起跳。换句话说，同样在无尘室里面爆肝，你领的可能是你同学的80%甚至70%，你下班是真的有机会可以吃晚餐的。那你熬个几年呢，是有机会往上升等的，升到资深工程师，或是升到 leader 带队的主管，加上轮班，年薪啊要抽到200万以上啊，完全简简单单啊。第二类呢是 PSE 制程的支援工程师，还有 Sales 或是办公室类型的研发人员。这类啊年薪通常都会稍微高那 CS 一点点，高一阶。而且如果你往上升的越多啊，公司还会给你 RSU， 他们的 RSU 给的也是非常的爽快。那大家一定会想问，那所以 ESPP 到底是什么？我相信应该很多的人都不知道什么叫做 ESPP， 它是一种员工的持股计划。你可以拿薪水呢用85折的优惠价去购买公司的股票。如果你想想看啊，如果你在前3年、前4年、前5年呢就已经用打折的方式，每年呢都去买公司的股票，你现在资产是不是赚了好几倍？所以啊，这些老员工啊，并不是说他们的薪资成长速度多快，而是他们资产翻倍的速度跟他们的股票一样，翻倍的特别的快。讲完薪资的部分，那你们刚才很疑惑嘛？那为什么油腻五会说他们会是台湾的半导体设备制造公司的狗？先来看一个影片。学弟，这个机台盘数不对，请你马上把它调整好。大家理解了吗？虽然你刚刚听完我讲的那些薪资待遇啊，会不会觉得哇，根本是人生间的梦想公司吧？赶快投履历啊！但兄弟冷静一点，我刚还是说它是一个狗，所以我必须要泼一桶冷水，并不是只看光鲜亮丽的一面，而是要去看它背后隐藏的辛劳与痛苦。我必须要好好聊一下我们呢半导体呢这些人啊，在无尘室里面。什么叫做阶级的食物链？可能呢，就是学生啊会不太懂嘛，就会觉得说啊，在外商外商设备商听起来就是我们台湾人的爸爸，外资爸爸，美国爸爸。但如果你做的是第一线的 CSE 或是 PSE， 你的生活跟你想象中的外商生活可能又有点非常大的差距了，因为你大部分的时间啊都是在接来自台湾厂商的电话，来自你台湾的主管的电话。来自你台湾客户的电话，可能呢你还常住在12场或是18场的餐厅里面，甚至是无尘室里面。在台积电的 Fab 里面啊，如果你跟他们的关系啊，他们呢就是你们的主人，而你呢就是随传随到的狗。之前啊，我遇到非常多的观众跟我抱怨啊，就是现在凌晨2点了。结果呢，台积电的值班大概请他们进 Fab 去看一下机台，凌晨2点、凌晨3点，没错，随传随到。这时候呢，只能摸摸鼻子呢，开车、骑车在光复路上慢慢进去园区。面对台积电这种高压、极致的管理，也要熬夜加班就线，本质上呢，就是台积电的超级保姆。但话说回来，跟台积电的制度相比下来，还是相对的有人性化的，工时啊也没有台积电那么长，基本上只要加班费算得出来、报得出来，符合劳基法，公司就会核给你。也通常不会要求说你不能请假，或是要写请假的理由。还有你下班时间、上班时间是会比较自由的，特休假也会给的非常的慷慨，整个办公室的氛围还有 work-life balance 的感觉会比台积电更加明显。股票的投资分析。卖产人的护城河，还有风险洞察。好，那我现在来讲最后一段是给那些投资人或者想要买他们股票的人听的。假设我们现在站在投资人的角度，我们来分析一下应材这间公司吧。它的优势还有护城河的地方呢，最简单就是一句话，他们呢产品线极度分散。举例来说，艾斯摩如果光刻机、曝光机被大陆抢走了市场，那就完了，没了。但应材呢，从薄膜、蚀刻、量测、包山包海，在 AI 整个半导体建厂的整个氛围下，不管是台积电赢了，还是三星赢了，还是大陆厂赢了，都离不开应材。
他们都必须拿出我建造的成本的甚至20%拿去给印材，也就是说你盖越多厂，制造更多晶圆我就是吃肉的那一个。所以简单来说，他是名副其实的卖铲子的人。讲到优势，当然也要讲讲他们的风险与缺点哦。只要是投资一定会有风险最近iPhone 手机或是各种跟记忆体有关的产品都在涨价，还有很多人在反 AI 的建制，觉得呢会让自己没有工作。还有地缘的政治还有一些出口令的管制，所以印材已经失去了一部分对中国市场的开发，所以整个拉货动能呢已经明显的降低了。也就是最近大家对它也是本益比的地方有重新思考、重新审核，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风险。但整体来看，我自己个人还是给个乐观的评价。你想想看，假设呢现在世界上失去了印材这间公司，那台积电的2奈米厂，甚至英特尔的厂，甚至每一间半导体的制造厂都没有办法再生产晶圆了。黄仁勋大概会跪着求他卖机台、使用机台。所以呢，以长期来看，我还是非常看好这间公司的。那由你我在这边给所有的工程师同胞，还有想要投资的投资人2个建议：如果你是求职者，但是呢受不了台积电的高压军事化管理的人，那像是印材这样的美商的设备龙头，绝对是一个兼顾薪资、福利、待遇，还有履历光环的极佳落脚处。如果你是投资人，在全球的 AI 晶片的大赛上面，身为半导体的这个卖产人尽管呢常常会有很多短期的波动或是一些地缘的影响，但长期来看，我们不能没有它。它的护城河极度稳固，非常适合逢低买进。好啦，那我这一期呢也是第1期的影片，就是讲讲印材这间我很喜欢的公司。如果你是求职者，你现在面对一个高分红、高薪水，但是却相对高压的台积电的文化与生活方式。还有一个选择呢，是加入印材这个美商，稍微自由、稍微风气轻松一点，但是呢薪资却只有8折的公司。你会选择哪一个呢？希望你可以留言告诉我。别忘了帮我点赞、订阅、喜欢、开启小铃铛，我会分享更多有用的公司，分享更多有用的资讯，还有跟一些投资相关的建议，在我的影片里面哦。那我们下次见，拜拜。要去上班，真是累，公司压力多如山。我是小小的螺丝钉，长到心很离不开。KPI 最的。